黑暗与光芒相互交织，形成暗与光的漩涡。这种能量肆虐天地，仿佛可以摧毁一切。月仙与暗殿殿主的战斗，当真是无限的接近了毁天灭地的级别。对于现在的5只圣土人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。按理来说，这个战圈无人能够靠近，可实际上却有着数亿万的人在观看着。精灵国王、炼冰仙人、仙喵喵等所有人都在这里，就连罗盘仙人也在。至于他们为何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到这场战斗，却又毫不受损，那是因为他们正在幻化之门内。事实上，暗殿殿主与月仙在此处相逢并交手，并非是巧合。尽管很不可思议，但暗殿殿主的确是通过特殊手段找到了幻化之门。最可怕的是，暗殿殿主不仅能够找到幻化之门，他还有着破开幻化之门的手段。那5个分身皆是蕴含着特殊的力量，可以破开那本坚不可摧，甚至本不该被人发现的幻化之门。幸亏月仙及时赶到，否则此刻的幻化之门怕是已经被暗殿殿主破开。那躲在幻化之门内的数亿万生灵，也都将惨死在暗殿殿主的手中。那便是传说中的月仙吗？一直隐藏在月下迷宫内的月仙，想不到竟是2个如此美丽的年轻女子。蠢货，那可是月仙大人，不可亵渎。是，月仙大人实力好强，不愧是半祖强者。暗殿殿主在劫难逃，我们都有救了。数亿万人能够看清月仙与暗殿殿主战斗的几乎没有，所以他们只能看个热闹，从那肆虐天地的力量之中分辨孰强孰弱。而眼下的确是月仙所操纵的祖级武力占据了上风，他所操纵的祖级武力光芒四射，似是一把正义之剑，挥砍着此处的黑暗，为人们重新带来光明。但是如精灵国王却依旧是眉头紧皱，深邃的目光之中涌动着不安，而这种不安的目光并未锁定在天际之上月仙与那暗殿殿主5道分身的战斗，而是锁定在了那盘坐在大地之上仿佛陷入了沉睡的暗殿殿主本体。看来你也注意到了。通天仙人来到了精灵国王的身旁。暗殿殿主此次前来有恃无恐，我总觉得不对，但却又看不出太多。你是龙纹界灵师，可否看出什么？尽管并不想承认，可暗殿殿主的结界之术的确在我之上，我看不透。通天仙人说道。怎么会这样？听得此话，精灵国王眉头皱得更紧。毕竟通天仙人可是5只圣土公认的最强界灵师，连他都被超越了的话，那暗殿殿主当真是太强了一些。正因看不透，才说明有鬼。通天仙人说道。此话怎讲？精灵国王问道。那5道分身并未蕴含结界，而是蕴含着特殊的力量，可以破开我幻化之门的力量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这种力量，可他的确是搞到了。但是他的本体却覆盖着一层结界，一层我看不透的结界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用结界护体？通天仙人并未直说，而是对精灵国王反问道。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精灵国王说道。没错，他是有意的想要隐瞒什么，可惜就算我们发现不对，却也什么都做不了。如今只能听天由命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月仙的身上了。通天仙人感叹连连，他们乃是站在5只圣土最巅峰的存在，可是这场关乎5只圣土未来的战争，他们却只能旁观，心中自然很是郁闷。倒是还有一个希望。精灵国王说道。你是说楚风？通天仙人问道。精灵国王点头道。听罗盘说，那空间缝隙可是恶性的，其中布满危险，楚风能够通过那空间缝隙的几率很小，就算他真的通过了，也未必能够得到清玄天的传承。毕竟我们都不知道清玄天留下的遗迹是什么模样的。而退一步说，假如楚风真的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，可他也未必能够对付暗殿殿主。尽管对楚风还是可以抱有一丝希望，可只是一丝而已。相比于月仙，楚风那边实在太渺茫了一些，除非发生奇迹。通天仙人说道。精灵国王淡淡一笑，说道。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楚风。通天仙人看向精灵国王，眼中有着一抹好奇。在我看来，楚风那小子就是创造奇迹之人。精灵国王自信满满的说道。他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，他与楚风相识谈不上久，但却已然不短，曾亲眼且多次的见过楚风做到了不可能完成的事。但愿吧。通天仙人也是淡淡的笑了。事到如今，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，他又何尝不希望有一个人能如当年的清玄天一样拯救他们？若是可以，他也希望那个人是楚风。只是他又真的觉得有些来不及。轰！而就在此时，天际之上的轰鸣已经越来越为刺耳，哪怕众人在幻化之门内，也是能够感受到此刻外面的恐怖。那等战斗，莫说其他人，就算这幻化之门内最强的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踏入那战圈，也是找死。一番纠缠之后，月仙他已经动用了地兵，而暗殿殿主的5道分身也同样如此，竟各自手持一件地兵。可是月仙以1敌5，却依旧是从容自若，尤其在地兵的帮助下，他已然占据了绝对的上风。忽然，月仙手中的地兵发出一道金光，迅速如电，凶猛如妖，径直地砍向了5道分身中的其中一道。一切来得太快，那道分身根本来不及躲避，只是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，肉身便4、5分无裂，被月仙一击斩杀。不错嘛！似是感受到分身被毁，一直像是沉睡的暗殿殿主竟猛然睁开了双眼，望向了天际之上的月仙。只不过明明知道自己的一道分身被毁，他却并不担忧，反而目光之中涌动着别样的意味。无需着急，马上就来收拾你。感受到了暗殿殿主本体的目光，月仙冷冷地说道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是想收拾完我剩下的4道分身，再来收拾我，对吧？不过可惜，恐怕我是不能给你这个机会了，毕竟我还要靠他们来破开那幻化之门。暗殿殿主说道。机会不是你给的，而是我自己把握的。月仙话到此处，手中的地兵越发凌厉，攻势也是越来越凶。当确定那些分身才是破开幻化之门的关键后，他越发的想要灭掉这些分身。是吗？
暗殿殿主淡淡一笑，随后也笑容猛然收起，目光变得异常冰冷。一声巨响传来，那方大地瞬息崩裂开来，暗殿殿主以那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暗黑色的光芒拔空而起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掠向了月仙。一切太快，除了一声刺耳的爆炸以及汹涌的能量涟漪，此刻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清外面的一切。只知道暗殿殿主掠向高空之后，便掀起了一道凶猛的能量涟漪，瞬息吞没了视线内的一切。此刻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那不安的眼眸越发的凝重，忽然之间狂风大作，似要吹散一切。此等狂风之下，竟硬生生的将那暗黑色的能量涟漪吹散开来。此刻人们惊愕的发现，本天昏地暗的外边已经恢复成了正常的模样。尽管地表满面疮痍，可是天空却再度浮现出了蓝天白云。四道轰鸣猛然传来，大地又是一阵摇晃，四个庞然大物自天际飞落而下，那是暗殿殿主的四道分身。虽然四道分身飞落而下，可人们的目光却依然在天际之上，他们在寻找月仙与暗殿殿主本体的身影。而在那茫茫白云之中寻找一番之后，如精灵国王等人皆是面色大惊，天际之上不再存在庞然大物，而是有着三道身影，其中一个乃是暗殿殿主，他不仅恢复成了之前的人类模样，更是有着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附体。在那雷霆涌动之际，他的气息已经不再是1品半祖，反而退到了9品5帝。虽然气息变弱了，可暗殿殿主不仅不慌，反而面带得意的笑容，双手分别握着他那2把帝兵，随意的摆弄着。而另外2道身影便是苏柔与苏美，准确来说那是月仙。可是此刻在他们的身上都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，血流不止，月仙竟然受伤了。糟了！这一刻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忍不住脱口而出，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此刻许多高手都发现月仙被暗殿殿主打伤，但他们却很是不解，毕竟月仙的气息明明比暗殿殿主强横，怎么可能被打伤？国王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解之余，人们看向了精灵国王。这场战斗已经超越了一定的级别，许多人都看不懂，只能向精灵国王讨教。暗殿殿主之前那1品半祖的气息是伪装的，他的真实修为并未达到半祖，只是战力达到了1品半祖而已。但是现在的气息却是真正属于他的，他与楚风一样，不仅有着提升修为的手段，更是有着逆战5品的战力。所以别看他现在的修为只是9品5帝，表面来看他不如月仙，可是他的战力却已经达到了2品半祖的地步。此时此刻，哪怕是月仙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精灵国王对众人解释道，毕竟他与暗殿殿主交手多次，对暗殿殿主还是相对了解的，所以他知道暗殿殿主是一个从各方面都不逊色于楚风的存在，是一个真正的天外天才。天哪！听着精灵国王的解释，众人皆是面如死灰，甚至有人吓得干脆瘫坐鱼的，已经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而此刻天际之上的月仙也是目光闪烁，他自然发现了暗殿殿主的逆天战力，只是他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月仙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明白了，身为堂堂1品半祖，被我这个5帝击败，很不甘心，对吗？暗殿殿主讽刺地说道，你刚刚不肯出手，是在提升修为？月仙问道。月仙知道暗殿殿主之前可没有这样强，否则不会一直东躲西藏躲避他的追击，现在这个实力一定是他刚刚获得不久的。而之前暗殿殿主不与分身一同出手，很可能就是在利用魔功来提升修为。你难道觉得我会傻到没有绝对的把握便暴露在你的面前吗？暗殿殿主反问道。你是说在你来此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修为？月仙皱眉问道。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胆敢来此就是要将你们一网打尽。话到此处，暗殿殿主便猛然出手，手中的地兵向前一指，虽然只是地级武力为其所控，可是那种压迫力却让月仙为之色变。月仙双袖摆动，磅礴的祖级武力便形成一道防御墙，挡在了自己的身前。按理来说，地级武力与祖级武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，二者交锋毫无悬念，绝对应该是祖级武力胜。可是此刻地级武力凶猛异常，径直地轰向了祖级武力所形成的防御墙，两者相撞，轰鸣四起，地级武力竟然破天荒地轰碎了祖级武力，且向月仙轰击而去。不可能的事情在此刻发生，而这就是所谓的逆天战力。该死！眼见大事不妙，月仙的身体内忽然绽放起特殊的光芒，与此同时，周遭的空气也是开始颤抖。忽然之间，月仙所操控的苏柔与苏美同时引入虚空之中，消失不见。别以为引入虚空就能逃过一劫，在本界灵师的面前，你无路可逃。暗殿殿主冷笑一声，随后双臂张开，在四面八方便出现了无数道粗壮的树藤。那树藤个个粗壮达1米，长达数万米。这些树藤自四面八方而现，且急速极致，瞬息化作另一个天罗地网。然而，当那武力化作的树藤已经封锁这方天地后，本自信满满的暗殿殿主眼中却闪过一抹惊讶，随后嘴角掀起一抹意外的笑容，道：“看来倒是低估你了，竟然也有着如此犀利的逃脱手段。暗殿殿主，我知道你早晚要重返天外，那个时候我会让你好看。”月仙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但那声音传来的地方似乎已是数万里之外。天外可是我的地盘，在这里你都斗不过我，去了天外，你还想与我斗？暗殿殿主讽刺的笑道。毕竟他就来自天外，自然觉得在天外他也是有着一定势力的。而月仙竟然拿天外来威胁他，他当真是觉得好笑。天外何其大，高人何其多，本仙会让你知道你在天外的那点依仗不过一群蝼蚁。月仙再度说道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至于暗殿殿主，此刻则是双拳紧握，颇为恼怒。在他看来，到了天外，月仙真的没办法和他斗，五之圣土的所有人都没办法和他斗。可是月仙却自信满满的说，到了天外要他
好看，这让他感觉很是不爽，觉得自己被轻看了。月仙，你觉得本店主是被天外遗弃之人吗？你觉得本店主在天外无依无靠，才来这里耀武扬威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本店主在天外也是天才，来到此处纯属意外。等你真的去了天外，你就会知道本店主在天外的能量是何其之大。忽然，暗殿店主爆发了，极为愤怒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。从这番话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很不喜欢被人轻看，他真的是被月仙激怒了。只不过他这番话说完之后，却没有月仙的回应。月仙似乎真的走了，果然是个只会说大话的窝囊废。仙屁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，只能趁我不如你的时候到处追杀于我，一旦被我超越，就跑得比狗还快。这点能耐也敢与我在天外约战，真是可笑。见月仙离开，暗殿店主便一阵冷嘲热讽，以此来疏泄自己的郁闷情绪。而在对月仙羞辱片刻，情绪得到缓解之后，他才将目光投向了远处。那远处明明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暗殿店主的目光却微微的眯了起来。幻化之门果然神奇，不过可惜你是逃不掉的。暗殿店主话音刚落，那本坐守在地上的四道分身便纷纷飞掠而去，最终在远处飞落而下。他们各自坐落一方，像是四座大山，坐守四方，围住了什么东西一样。忽然，四道分身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咆哮，随后无数只有力的黑色大手飞掠而出，抓向了他们围住的空间。很快的，那本无形的空间竟然开始变化，幻化之门浮现而出。幻化之门浮现之后，自那四道分身之中又浮现出无数只大手，这些大手化作拳头，不断的捶打幻化之门。幻化之门本坚不可破，可是那拳头之中仿佛蕴含着特殊的力量，竟连幻化之门也难以阻挡。一时之间，本坚不可摧的幻化之门也是一阵剧烈的摇晃。事实上，就连幻化之门内也是一阵的摇晃，就仿佛这方世界将要崩塌一般。不，这里要破灭了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此刻，幻化之门的众人一个个的皆是面如死灰，绝望，无尽的绝望。这种绝望他们之前也有过，因为先前暗殿店主就已经快要破开了这本无法破开的幻化之门，幸亏是月仙赶到，才让人们看到了希望，有一种绝境重生之感。可是现在，月仙竟也不是暗殿店主的对手，他们知道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暗殿店主。此时此刻，他们能够做的便只有2个字：等死。想到自己快要死去，就连许多成年人也是忍不住痛哭起来。孩子们懂得不多，可见大人都哭了，自然也是随之哭了起来。一时之间，这浩瀚的幻化之门内混乱一片，恐慌的气息弥漫各处。事到如今，如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也是无心再去理会众人，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他们的处境当真是大难临头了。稳定众人的情绪，却也难逃等死的宿命。楚风，我知道你就躲在这幻化之门内，我若没有猜错，现在这幻化之门内定然是哭喊一片，而无论是你还是精灵国王，又或是那个通天仙人，都无法阻止人们，因为就连你们也同样很是绝望。绝望吧，这就是本店想要的，这就是你们与本店主作对的下场。本店主就是要让你们绝望到崩溃。暗殿店主此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，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4个分身去破解那本坚不可摧的幻化之门。店主大人，求您住手，求您了，我不想死啊！不要，我们从未与您作对，我们愿意臣服于您，不要杀我们。此刻有着不少人竟然开始求饶，尽管他们明知道自己的求饶暗殿店主听不到，就算听到了也没用，可是面对死亡，他们仍然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——懦弱。一群丢人的东西，全都给我住口！早知道你们如此没有尊严，当初就不该收留你们。见人们如此没有尊严，通天仙人暴跳如雷，忍不住怒骂起来。可是事到如今，通天仙人的威严已然不在，众人眼中惧怕的只有一个，那便是暗殿店主楚风。当那幻化之门打开之后，我就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你与我的差距。眼见着幻化之门将要被破，暗殿店主的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期待之色。他期待的自然是那躲在幻化之门的数亿万生命，那可是能够增进他修为的力量。但他更加期待的却是看到楚风那胆怯的目光以及绝望的神情。他要让楚风知道，虽然拥有相同的传承血脉，可楚风与他却也是有着巨大的差距。暗殿店主别来无恙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忽然一道声音响起。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，所有人都是神情一致，因为他们都听出来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。楚风，那是楚风的声音。楚风回来了，是楚风回来了。当确定是楚风之后，人们顿时面色转喜，可是很快的却又再度失望。楚风是强，可那也是与他们比。若是让楚风与精灵国王他们比，楚风还是弱了一些。而现在连月仙都被暗殿店主打跑了，就算楚风回来了，可又能有什么用？最多是与他们一同等死。笨蛋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回来干嘛？快点跑啊！如仙喵喵等人更是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。他们可不希望楚风白白的送命，只是他们在幻化之门内的呼喊，楚风却根本就听不到。眼见着连仙喵喵他们都让楚风逃了，那些民众们便更加确定了楚风归来也是没用的想法，各种叹息响彻不断。楚风，而此刻相比于幻化之门内的众人，暗殿店主的神情反而更为激动。他一直以为楚风躲在幻化之门内，可楚风这个声音却明显是自外面传来，只是哪怕是他，却也无法确定楚风的声音究竟是从何处传来，这让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。楚风，你在哪？滚出来！给本店主滚出来！暗殿店主开始愤怒地咆哮起来。既然你这么想要见我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楚风的话音一落，幻化之门的上方便绽放起耀眼的金光，随后4道光芒从天而降，如同4道奔雷一般，劈向了暗殿店主的4道分身。当4道奔雷落地之际，4道轰鸣同时响起，那方大地更是被震得粉碎。怎么回事？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恐慌的人们吓了一跳，
而向外观看，人们皆是大吃一惊。此时此刻，又出现了4个庞然大物，那4个庞然大物分别落在了暗殿殿主的4道分身之上，而在那庞然大物的冲击之下，暗殿殿主的4道分身此刻只能不断的发出悲惨的哀嚎，已然丧失了战力。天哪，那是！而当精灵国王等人看清那4个庞然大物之后，哪怕是他们也是神色大变，因为那分别压制住4道分身的4个庞然大物，正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大圣兽。最重要的是，此时此刻，在青龙的头顶之上还站着一名男子，此人如暗殿殿主一样，浑身被雷霆铠甲覆盖，身后更是延伸着一对巨大的雷霆羽翼。此刻，他双手环于胸前，站在青龙的头颅之巅，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，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。而当看清此人的容貌之后，所有人更是神色一僵，内心一颤，因为此人正是楚风。楚风，你们快看，真的是楚风！是楚风回来救我们了，是楚风大人来救我们了！当看清楚风之后，幻化之门内的人们顿时又炸开了锅，先前低迷的情绪一扫而尽，脸上不再是绝望，取而代之的是欣喜若狂。尽管很多人无法观察出楚风的修为，可是他们却能够感觉到，此刻楚风所散发的气息似乎完全不弱于暗殿殿主。这4只圣兽不是清玄天的守护兽吗？看清4大圣兽之后，通天仙人满面吃惊。他不仅经历过清玄天的时代，更是亲眼见过清玄天，所以他很清楚，眼前的4只圣兽就是当年清玄天的守护兽，这绝不会有错。什么？那4只强大的存在，原来是清玄天大人的守护兽吗？清玄天大人的守护兽怎么会跟楚风大人一同出现？因通天仙人的那句话，声音说得很大，几乎幻化之门内的所有人都听到了。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众人的内心无疑又被一场震惊所席卷。毕竟清玄天可是远古之后的最强者，5帝之中的最强的一帝。关于清玄天的传说数不胜数，关于清玄天的事迹广为流传，几乎对于5只圣土的所有人来说，清玄天这个3个字都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不仅有4只圣兽，楚风小友现在的气息已经丝毫不弱于暗殿殿主，看来他的真实修为也与暗殿殿主一样，达到了7品5帝。楚风小友应该已经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。精灵国王同样欣喜若狂，激动不已。楚风大人竟是清玄天大人的传承者！天哪，难怪楚风大人如此厉害！看来我们今日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听着精灵国王的话后，众人更是感到震惊。本来人们还不解楚风为何会与清玄天那传说中的4只守护兽一同出现，而精灵国王的话语便给予了众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搞了半天，楚风真的是清玄天的传人。之前尽管有人有这个猜测，但是现在这个猜测却得到了确定。楚风，你的修为竟然提升了这么多！此刻，暗殿殿主也是深感意外，他扫视了一眼4大圣兽后说道：“这4个家伙似乎与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很像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，所以修为才会提升。”暗殿殿主说道。楚风并未理会暗殿殿主所说的话，而是直接说道：“暗殿殿主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杀了那么多无辜生灵，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？哟，你的意思是想杀我？哈哈，可笑！你简直比那月仙还要可笑！真以为拥有与我同样的修为、同样的血脉、同样的战力，就能与我抗衡了？楚风，我说过，我今日就会让你知道，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巨大。”说话之间，暗殿殿主竟收起了手中的2件地兵，轻蔑。这个举动是绝对的轻蔑，就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他与楚风交手根本用不着使用地兵这种武器。而面对暗殿殿主如此轻蔑的举动，楚风却是淡淡一笑，那个笑容就像是在看待一个小丑，笑马上就让你笑不出来。暗殿殿主出手了，汹涌的武力排山倒海，自4面8方向楚风压迫而去。虽然这道攻击看似无形，可实际这是一种武技，一种无形的武技，寻常人根本看不到这武技的攻势，只能够听到那阵阵轰鸣自4面8方响彻。然而这等攻击岂能难住楚风？楚风冷然一笑，随后身躯一颤，顿时周遭的武力受其所控，如无形的猛兽大军向外攻去。2道武力相互碰撞，顿时天摇地晃，宛如世界末日。可是楚风与暗殿殿主皆是站在原地，面色不改，波澜不惊，有点意思。不过接下来我就让你陷入绝对的劣势。暗殿殿主话到此处，身形一动，便向楚风飞掠而来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位前辈，这4道分身就交给你们了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也是掠向高空，与暗殿殿主交战在了一处。没问题。而此刻的4大圣兽，则是或是龙尾，或是虎爪，凶猛地拍向身下的庞然大物。暗殿殿主的分身本就被突然袭击给弄得失去战力，又怎能抵挡得住4大圣兽如此残暴的攻击？很快便4分5裂，死的不能再死，彻底被抹杀了。太棒了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守护兽。眼见着4大圣兽轻而易举的便将暗殿殿主的4道分身抹杀，众人欢呼不止。毕竟那4道分身之前可是威胁到他们安危的存在，现在最大的威胁被抹除，人们自然高兴安静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通天仙人却是大喝一声，随后很是凝重地对众人说道：“这场战斗才刚开始。”听得此话，人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天际，那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不断有凶猛的能量涟漪，如同扩散的光芒，横扫4面8方。那是楚风与暗殿殿主交锋的战场，二者的交锋愈演愈烈，那种种武技所化作的能量，似是要将浩瀚天空也要撕裂。此等战况异常凶猛，许多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楚风，哪个是暗殿殿主，只能听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的讲说，才能明白一二。
而当得知战况之后，所有人都是眉头紧皱起来，因为此刻乃是楚风被暗殿店主压制了，二人所掌握的武技皆是极强，可是每次交锋，楚风都会被压制，此战不容乐观啊！通天仙人此刻的眉头皱得极深，尽管他与楚风他们实力相差极大，可是作为旁观者，他多少还是能够看出一二的。眼见着楚风从真正的交手开始，便一直被暗殿店主压制，他很是不安。虽然那能够破开幻化之门的四道分身没了，可只要暗殿店主胜，那他们这些人早晚也都是死。可是就在通天仙人愁眉不展之际，他却惊讶地发现，身旁的精灵国王却是满面笑意，不仅不担忧，似乎还很是高兴。你就不替楚风小友担心吗？通天仙人对精灵国王问道。通天，你这应该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楚风小友的与人对决吧？精灵国王反问道。通天仙人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，那就继续看吧，你会明白的。精灵国王笑道。你什么意思？通天仙人追问道。暗殿店主，我与其交手多次，楚风小友与他人交手我也见过几次，所以对于他们两个我都还算颇为了解。二人虽然实力相当，可在我看来，楚风小友更胜一筹。精灵国王说道。听得此话，尽管通天仙人倍感质疑，可却也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与暗殿店主的战圈。又是一声刺耳的咆哮，暗殿店主再度施展出了一种的禁武技。这个禁忌武技让暗殿店主整个人化作了一只长达数千米的巨鹰。此时此刻，那只凶猛的巨鹰正用那尖锐的鹰爪向楚风扑去，要将楚风撕成碎片。然而面对巨鹰来袭，楚风却是面无惧色，反而眼中却闪过一抹凌厉，不知死活，这就将你撕个粉碎。楚风这种目光让暗殿店主很是反感，于是便调动全身武力，加强了自己的攻击。眨眼之间，暗殿店主以身施展的禁武技，距离楚风已然不足100米，强大的威势连楚风周遭的空间都被震得粉碎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眼中的凌厉竟越发浓郁，随后掌心一转，一道寒光猛然浮现，那是一道斩击，似是一道银色的月牙凭空而现，急速扩大，径直地掠向了暗殿店主所化作的巨鹰。糟糕！见到那忽然浮现的银色斩击，暗殿店主也是大吃一惊，因为那斩击距离他已然不足10米，且速度极快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已是避无可避。一声巨响传来，汹涌的能量涟漪瞬息吞没了那方天空。只不过那能量涟漪刚刚扩散，一道狂风便席卷开来，硬生生地将那能量涟漪吹散。暗殿店主再度浮现，只是再次看到他的身影，除了精灵国王外，许多人都是感觉不可思议。此刻不知为何，本距离楚风极近的暗殿店主与楚风又相隔了极远的距离，但是楚风还站在远处，只是暗殿店主的距离变了。换句话说，是暗殿店主倒退了很多。但令人们感到吃惊的是，先前明明一直压制楚风的暗殿店主，此刻的身上竟然出现了一道血淋淋的伤痕，不仅鲜血不止，他的左臂也是不见了，是被楚风先前的那道斩击所伤。卑鄙小人，竟然动用地冰！暗殿店主意念之间便将断掉的左臂凝聚而出，可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，眼中尽是怒意。他意识到楚风先前的攻击乃是一种的禁武技，可寻常的得禁武技怎么可能伤得到他？楚风之所以能够破开他的禁武技，并且成功的伤到他，那正是因为楚风动用了地冰。盘龙怒斩是谁规定两人对决不能动用地冰的？地冰本就是兵器，是修武者不可缺少的助力，我用地冰无可厚非。至于你受伤，只能怪你自己自大到觉得根本不用地冰就能够斩杀于我。别忘记之前地冰就在你的手中，是你自己收了起来。楚风讽刺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暗殿店主更是大怒，因为楚风说的没错，他本来的确拿着地冰，是因为看不起楚风才将地冰收了起来，但他没有想到楚风会拿这件事来羞辱他。我明白了。不过暗殿店主也不傻，他此刻虽然愤怒，但却已经意识到之前能够占据上风，似乎并非是因为他的绝对实力，是楚风放水了。楚风有意让他觉得他的实力比楚风强，从而让他自信过头，而楚风就是抓住了他自信过头的机会，从而发动了这个奇袭，才会将他击伤。楚风，我没有冤枉你，你真的很是卑鄙。明白事情的经过，暗殿店主更加窝火，他这一生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敌人，他都是运筹帷幄，算无一策。可是今日竟然被他一直看不起的楚风给算计了，自然很是窝火。卑鄙，你也配说这2个字？楚风冷然一笑，说道：我楚风对善良之人从不使用任何手段，可对于你这种恶事做尽的卑鄙小人，我楚风手段多的是，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给我闭嘴！忽然暗殿店主大喝一声，随后双手摆动，2把地冰便浮现在手中。哟，终于肯用地冰了吗？只是依然没有什么卵用。楚风讽刺地笑道。放屁！暗殿店主再度大喝一声，与此同时手中的地冰摆动，顿时武力萦绕，一道天境武技被其施展而出。那天境武技化作数道光刃斩击，似是斩击大军一般，横扫虚空，向楚风挥斩而来。暗殿店主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楚风用斩击伤了他，他就要让斩击杀了楚风。天境吞天风，楚风手握盘龙怒斩，迎面劈落而下，顿时一道狂风自地冰之中浮现，那狂风旋转之间，虚空开始扭曲，像是流水一般向狂风涌入。而这种情况之下，那狂风变得越来越大，纵横天地之间，就像是真的将天空给吞掉了一般。而当暗殿店主的数道斩击挥砍而来之际，竟也被那狂风给吞没，就像是万千陨石从天而降，最终却落入了深不见底的大海一般。去！随后楚风对着暗殿店主一指，那狂风便开始移动，化作一条贯穿天空的狂风巨龙，夹带着阵阵死后向暗殿店主压迫而去。
楚风用天境武技压制了暗殿店主的天境武技，好玄妙的武技！此刻，精灵国王以及众人皆是赞叹连连，都被楚风所施展的天境武技给惊艳到了。那武技是清玄天的，我曾见清玄天用过。其实这武技没有多么玄妙，只是被楚风小友施展出来，威力更强了而已。通天仙人解释道，随后看向精灵国王，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楚风小友的实力的确强于暗殿店主。”而听了他的话后，围观之人也都发现，楚风所施展的那道天境吞天风依然在天际盘旋，直到暗殿店主连续施展了3道天境武技之后，才总算将那道天境吞天风给化解。但化解之后，暗殿店主已是气喘吁吁，显得颇为狼狈。天境万雷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又施展了一种天境武技，这天境武技同样是自清玄天那里学来，可是威力却极为凶猛。刹那之间，一道道巨雷自天际之上劈落而下，那巨雷个个粗大数十米，为耀眼的蓝色，每一道都是蕴含着极强的威力。此刻，有着足足上万道这样的奔雷，一同从天而降，且全部向暗殿店主劈落而去。该死！这种情况之下，暗殿店主赶忙转身逃脱，一边逃脱一边施展出天境武技去抵挡那奔雷的攻击。现在暗殿店主一定恼火得很。精灵国王笑着说道：“父王，此话怎讲？”仙喵喵与其姐姐跑了过来，一脸好奇地问道：“我对暗殿店主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。他与楚风小友不同，楚风小友虽然实力超群，但却为人谦卑，不骄不傲。但这暗殿店主不是，他非常的自负，自负的有些过分。当初与我交手，尽管被我压制，可说出来的话却依然不将我放在眼中，就好像总有一日他能够反过来压制我一样。当然，他也的确做到了。”提及此事，精灵国王颇为惭愧地笑了笑。但是楚风小友不同，楚风小友是强于暗殿店主的，但在暗殿店主眼中，楚风小友却与我一样，都是不如他的人。而他之前压制楚风小友，觉得理所应当。在他看来，楚风本就不如他，他压制楚风才是合情合理。所以，当他被楚风小友突然间的斩击斩伤之后，才很是恼怒，因为他依然觉得楚风不如他。楚风之所以能够伤他，完全是靠着手段。但是现在，楚风小友不再放水了，也不再用什么手段，而是用自己的真实实力与暗殿店主正面交锋。但结果就是同样的修为，同样的血脉，同样的手段，同样的战力，楚风小友却完全压制住了暗殿店主。这便说明楚风小友的实力其实是强过暗殿店主的。这个结果，暗殿店主肯定无法接受，自然会感到愤怒。精灵国王解释道：“哼，楚风本来就比他强，他不服也不行。当初仰仗着自己修武时间比楚风久，修为比楚风高，才能欺辱楚风。现在楚风实力与他一样，他便不行了，真是活该。这种人才是真正的窝囊废。”仙喵喵一脸解气地说道：“当初在世细月沙镇内，暗殿店主以及灭世仙人对楚风进行羞辱的一幕幕，他都是亲眼见到的。当时莫说是楚风，就连是他都被气得抓狂。而现在见楚风竟然可以压制暗殿店主，打得暗殿店主只能四下逃窜。仙喵喵不只是感觉解气这么简单，其实他更多的是为楚风感到高兴。当日楚风被践踏的尊严，今日终于能够亲自夺回。喂，别逃啊！先前的大话说的那么响，现在这个样子，似乎有些对不起那些大话吧。眼见着在自己的攻势下，暗殿店主只能四下逃窜，楚风也是出言羞辱。楚风之所以这样，并非只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侮辱暗殿店主，最重要的是，楚风发现暗殿店主虽然聪明，实力也很强，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太过自负，并且不容许人们质疑他的天赋。楚风就是要抓住他这个弱点，狠狠的痛击，好让其乱了方寸。混账东西，你真的以为凭借这些手段就能胜过本店主？楚风，本店主今日就让你知道你和我的差距。还有幻化之门内的废物们，你们也都给我看好了。现在本店主便要让你们这群下界的废物们开开眼界，见识一下你们从未见识过的力量。暗殿店主忽然不再逃跑，而是高举手中的地兵，随后其身体便散发出极为强大的力量，那力量向四面八方横扫，竟硬生生的将楚风所施展的天境武技给吹散开来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此刻的天空都是一阵扭曲，很快的那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，那是一只巨兽。这只巨兽长得似是一只大熊，但却没有手也没有腿，只有着一张巨口。而除了那巨口不谈，这只巨兽本身的体积更是大到没有边际，几乎覆盖了整个青天，就像是取代了天空一样。而当那巨兽浮现之后，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也是自其体内散发而出，笼罩这方大地。虚空不断的抖动，大地不停的颤抖，这种感觉是真正的末日降临。我的天哪，那是什么？此刻幻化之门内的许多人都吓得脸色发青，浑身上下不断的颤抖，甚至更是有人直接昏死了过去。本来躲在幻化之门内的他们，不管外界发生什么，对他们都不会造成威胁。可是此刻，当那巨兽浮现之后，他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那巨兽的恐怖，巨兽所散发的气息，连幻化之门都无法阻挡。这似乎是一种武技，可天境武技不可能具备如此威力。莫非这是传说中的神境武技？眼下莫说旁人，就连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他们也是眉头紧皱，因为他们就如暗殿店主所说，他们都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手段。此时此刻，他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。可是这一看，他们又是神色一变。躲在幻化之内的他们，虽然感受到了那巨兽的恐怖，但定然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楚风身在外面，所感受到的才是真正恐怖的压迫。但是此刻，楚风竟然面色不改，毫无惧意，这样的反应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
难道说楚风有着能够抵挡这巨兽的手段？尽管感觉不可思议，可人们还是不由自主的产生了这样的猜想。事实上，楚风的确不惧怕这武技，尽管楚风也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武技，可他的确有着应对的手段。因为楚风一眼便看出暗殿店主所施展的武技，实际上乃是地境武技。废物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是被我这武技吓傻了吗？不妨告诉你，此乃地境武技。像你这种土包子，定然连地境武技是什么都没听过吧？没关系，今日我大发慈悲，让你临死之前开开眼界，长长知识。所谓地境武技，便是连武帝也不能使用的武技，因为地境顾名思义，此乃武帝也不能触碰的禁忌，所以地境武技唯有真正的半祖才能够修炼成功。但是本店主乃是天才，虽然只是武帝，但却已然掌握了武帝所不能触碰的禁忌地境武技。暗殿店主得意洋洋地对楚风说着，话语之中尽是浓浓的优越感。你也应该是刚刚才掌握着地境武技吧？楚风问道。听得此话，暗殿店主不由一愣，目光变得复杂起来，慎重地问道：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这地境武技应该很强，不过你似乎还未完全掌握。你看啊，那只地境武技所化的巨兽应该很是威武霸气，一经现身，应当有着君临天下之感。可看你弄的，连手和腿都没有弄出来，只有一个嘴巴，看起来就跟逗逼一样，看起来一点也不霸气。所以真是可惜了，这个武技啊，就这么白白被你给糟蹋了。楚风说道。混账东西，你这是在嘲讽我？暗殿店主愤怒地问道。你答对了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暗殿店主顿时气得双拳紧握，那双愤怒的双眼简直能够喷出怒火。他真的是被楚风给激怒了，但是这种情绪只持续了片刻，他竟诡异地笑了，对楚风说道：楚风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今日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让你求我，跪在我的面前求我杀了你。你想多了，你没那个资格。楚风讽刺地说道。我究竟有没有资格，你会知道的。暗殿店主话音一落，那天际之上的巨兽竟猛然张开大口，一股狂暴的吸力便将楚风吸入了其中。糟了，楚风若是被吸入那具兽口中，定然是凶多吉少。见到这一幕，精灵国王与仙喵喵等人顿时吓得不轻，无用的挣扎是没用的，现在你就是一个傀儡，我想怎么摆弄你就怎么摆弄你。而暗殿店主则是讽刺地笑着，这个家伙。可是忽然之间，他的笑容凝固了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面对那股吸力，楚风竟然没有做任何的挣扎，就那样任凭那股吸力将其吸入巨兽口中。虽然楚风有恃无恐，可是那些在乎楚风之人可就急得快要抓狂，如仙喵喵等女子更是急得泪如雨下。可就在这时，楚风忽然暴喝一声，随后单手举起，对着那天际之上的巨兽猛然一拳轰出。刹那之间，一声巨响传来，那被巨兽所覆盖的天空竟然传来一声碎裂的声音。很快的，那种碎裂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这时人们才发现，那巨兽无边无际的身躯之上竟出现了无数道巨大的裂痕，正在交织蔓延。而很快的，一声从未有过的巨响传来，那巨兽便化作了粉碎，如同无数道陨石自天际之上飞落而下。只不过那乃是武力所化，所以还未落到地面，便化作一道道武力融入虚空之中。虽然之前的天空甚是恐怖，但是此刻的虚空却很是美丽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覆盖天际的巨兽粉碎了，可却有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在天空盘旋着，只是这股力量还没人能够发现。天哪，楚风他竟然破开了暗殿店主的地境武技！此刻就连精灵国王等人都惊呆了，在他们看来，楚风只是使用了一拳而已，可是一拳怎么会有如此威力？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震惊，也不怪他们，毕竟他们并不知道，楚风不仅在清玄天那里学到了许多天境武技，更是学到了地境武技。而先前楚风那一拳可不是寻常的一拳，乃是地境武技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一个在这方土地长大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也掌握了地境武技？此刻，暗殿店主就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，虽然其他人看不出来，可他却能够看出来，先前楚风所施展的武技乃是地境武技，但这却是他不愿意承认的，他无法接受。他好不容易修炼成功的地境武技，楚风竟然也会。最重要的是，楚风的地境武技竟然比他娴熟得多，竟轻而易举的就破开连他的地境武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际之上传来阵阵轰鸣，抬头观望，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，感觉难以置信。此刻的天空竟涌动着数道光芒，那光芒相互交织，密布了天空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那数道光芒之中，竟散发着比先前那巨兽还恐怖的气息。此乃地境武技，地境苍穹变。在你看不起的下界，万年之前就有人修炼了这武技。楚风讽刺地说道。天哪，原来楚风也掌握传说中的地境武技，难怪他能轻易地破开暗殿店主的地境武技。人们沸腾了，看到那漫天的光芒，人们就像是看到了希望。在他们看来，暗殿店主再强，今日也都要败了。只是在此之前，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强大到这种地步。暗殿店主还有什么手段，就尽快使出来吧，否则我可就要了结你了。楚风说道。呵呵呵，忽然间，暗殿店主疯狂地大笑起来，他的笑声异常的恐怖，根本不像是人类所发出的声音。楚风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这样的一个废物，竟然能够将本店主逼到这个地步。不过也好，我就让你们知道本店主所掌握的力量究竟有多强。暗殿店主此话一出，手腕之上光芒大盛，这时人们才发现，在他的手腕上竟然有着一个手镯，那个手镯散发着耀眼的金光，此刻正自暗殿店主的手腕飞出，漂浮在其身前。而当那手镯散发出光芒之后，一股比地境武技还要强大的气息也是横扫开来。原来如此，
当看到那手镯之后，楚风也是眼前一亮，他已经意识到那手镯并非凡物，应该是一件半成祖兵。半成祖兵一现，一层层金色的气焰开始自那手镯之中浮现溢出，而在金色气焰的升腾下，那手镯也是开始向前方漂浮移动。很快的，那金色的气焰以半成祖兵为中心，化作一个庞然大物，那是一个金色的巨人，他高达1000米，身穿金甲，光芒涌动，就像是一个金色战神。虽然这位浑身上下都是光芒璀璨，可是他散发出的压迫感却比先前的地境武技恐怖得多。快布阵！这种情况下，哪怕众人躲在幻化之门内，却也必须赶紧布阵来抵挡那种威压，否则单单是那威压也足以抹杀亿万生灵。此刻，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一同出手，才得以挡下那股侵入幻化之门内的威压。可哪怕二人联手，却也是极为勉强。好强大的力量，那究竟是什么？此刻，通天仙人眉头紧皱，身为这里的主人，他最了解幻化之门的厉害之处。哪怕幻化之门无法抵挡所有力量，可却也能够抵挡大部分，以此来保护幻化之门内的人不受伤害。可是现在，这股侵入的威压已经可以扼杀幻化之门内的众人，若不是他们及时布阵，恐怕死伤之人将是不可估量的。他们真的没有想到，暗殿殿主会强到这种地步，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害怕。楚风，今日我就让你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，让你知道这究竟是什么。暗殿殿主指着那半成祖兵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此乃半成祖兵。”楚风抢着说道：“你竟然知道半成祖兵？”暗殿殿主目露惊讶之色：“我不仅知道这是半成祖兵，我还知道这件半成祖兵你应该刚刚征服才对。”楚风说道：“你倒是有些眼力。没错，之前我与月仙交手之时一直不动，就是在用结界阵法配合我的手段征服这件半成祖兵。按理来说，武帝根本无法征服半成祖兵，因为征服半成祖兵的难度可比修炼地境武技还要大得多。”暗殿殿主说道，话语之中无处不散发着他的得意。他之所以说这些，就是有意要告诉所有人，他的天赋异于常人，楚风无法与他相提并论。看得出来，你为了征服这件半成祖兵，当真是费了不少心血。不过可惜，这件半成祖兵与之前的地境武技一样，你都未能完全掌握。楚风说道。你放屁！见楚风竟然否定自己的努力成果，暗殿殿主忍不住破口大骂。然而对于暗殿殿主的辱骂，楚风却也不生气，只是淡淡一笑，随后说道：“你若非要自欺欺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连半成祖兵都没有，竟然还敢对我指手画脚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暗殿殿主继续大骂。就如精灵国王所说，暗殿殿主极为自负，他不能忍受他人辱没他的天赋。楚风没有回答，又是呵呵一笑，可是这一笑却是如此的轻蔑，如此的嘲讽，好似完全未将暗殿殿主放在眼中。你真是不见不棺材不落泪，这就让你知道本殿主的厉害。暗殿殿主说话之间，便对楚风猛然一指。忽然之间，那站在暗殿殿主身前的金色战神便抬起了巨大的手臂，而手臂这一挥动，自其掌心之中竟然延伸出一把巨剑，对着楚风便挥砍而下。顿时光刃流转，隔着虚空向楚风挥斩而去，速度极快，眨眼而至，要将楚风自上向下正面劈开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楚风却依旧风轻云淡，忽然大袖上扬，一把火红色的大剑便出现在了他的上方。一阵钢铁交织的声音响起，顿时金芒四射。而当那金芒减弱之际，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，那本不可能被挡下的巨剑竟然被挡下来了，而挡下那剑的自然便是火红色的大剑。这股威势竟然丝毫不弱于那件半成祖兵。楚风他竟然也有半成祖兵。感受到火红大剑所散发出的威势，人们皆是惊喜万分。他们都不是傻子，单从威势也能看得出来那火红大剑有多强横。如果说暗殿殿主的那个手镯是半成祖兵，那么楚风这把火红大剑自然也是半成祖兵。楚风，你还有多少手段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？此刻精灵国王的眼中充满了赞叹之色。今日暗殿殿主所使用的手段都是超乎想象的，但楚风却始终能够从容应对。直到现在，他才终于明白楚风为何一直淡定自若，有恃无恐了。原来他早就胸有成竹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也有半成祖兵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拥有半成祖兵？这个弹丸之地怎么可能拥有半成祖兵？暗殿殿主满面吃惊，脸色极为难看，摇动的脸颊告诉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。其实他不能接受的不仅是楚风也有半成祖兵，关键是楚风竟然也能使用半成祖兵，这让他仅存的一点优越感也被践踏。暗殿殿主，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会把我逼到这个地步。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那么这场战斗便也到了落幕的时候，你可做好了准备，受死的准备？楚风笑眯眯地看着暗殿殿主，混账，竟敢用我的话来讽刺我，非要宰了你！暗殿殿主大喝一声，那金色战神便化作流光向楚风飞掠而去。这一次他已是毫无保留，当真是用尽了全力。事到如今，他也是意识到他之前低估了楚风，不能再有所保留了，否则搞不好今日败的就是他。似是感受到了暗殿殿主的决意，那金色战神竟也发出一声刺耳的咆哮。与此同时，杀意滔天，弥漫这方天地，那杀意之冷，就连幻化之门内的众人也是颤抖不已。看你表现的时候到了，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楚风笑着抚摸了一下手中的岩浆帝君剑，随后岩浆帝君剑就像是感受到了楚风的用意，化作一道火光，向那金色战神直冲而去。火箭破长空，那股威势霸道无比。尽管很多人看不到火箭破空的一幕，但却能够感受到火红长剑所散发的威势比先前还要凶猛。然而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，金色战神大手一抓，竟直接将岩浆帝君剑抓在了手中，紧紧地握住。
这就是你所谓的半成祖兵，依我看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你这半成祖兵是假的吧？眼见着自己的半成祖兵一击取胜，暗店店主得意的大笑起来。假的？难道楚风大人的半成祖兵真的是假的？听得暗店店主的话后，幻化之门内的许多人也都产生了怀疑，并非是他们不相信楚风，只是明明都是半成祖兵，怎么可能差距如此之大？可就在下一刻，金色战神的那只巨手竟突然爆炸开来，与此同时，一道滔天的火焰也是随之爆发，眨眼间吞没方圆万米的高空。然而就在众人摸不清头脑之际，暗店店主的金色战神那庞大的身躯竟忽然倒在了地上，且在他的身上还有着一只火焰大角。原来他是被人踹倒在地，而仔细观看，人们无一不是面色苍白，目瞪口呆。此时此刻，在那高达1000米的金色战神身上，竟站着一个火焰巨人。这个火焰巨人高达几千米，是那金色战神的几倍不止。奶奶的，本帝君不发威，你当本帝君是病猫啊？而最令人吃惊的是，那火焰巨人竟然开口说话了。而此话一出，岩浆帝君猛然抬起大脚，随后又猛然落下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哪怕躲在幻化之门内的众人也是感觉一阵天摇地晃，而幻化之门外更是金芒四射，涟漪肆虐。那金色战神已被踩得粉身碎骨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刻，暗店店主双手抓头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此刻的他简直快要崩溃了，他感觉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，并非是岩浆帝君剑的强大，而是岩浆帝君剑竟然可以开口说话。他非常清楚，能够开口说话的半成祖兵才是真正的半成祖兵，而也只有被主人彻底征服之后，半成祖兵才会用自己的意志战斗，才能开口说话，而这都是他无法做到的。可是他没能做到的，楚风却全部都做到了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楚风对他的羞辱并非是狂傲自大，而是楚风有这样的本钱与资格。大家快看，那金色的巨大没了，彻底的没了！楚风大人赢了，是楚风大人赢了，太棒了！楚风大人果然天下无敌。暗店店主虽然崩溃了，可是幻化之门内的数亿万人却是欢呼起来，他们都看得出来，这场战斗终于要结束了。楚风胜过了暗店店主，击败了连月仙也是无法战胜的暗店店主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然而就在众人欢呼雀跃之际，通天仙人以及远古精灵的几位元老却是神色大变，露出了惊恐之容。就连向来淡定的精灵国王此刻也是脸色苍白，就连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着。父王，怎么了？您发现不对，仙喵喵与灵月公主两姐妹赶忙搀扶住了她的父亲，他们从小到大还从没见他们的父王这个样子过。那是岩浆帝君，是万年之前差点毁掉我5只圣土的岩浆帝君。精灵国王说道。什么？岩浆帝君在哪？在哪？听得此话，幻化之门内的众人又乱了阵脚，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或多或少的惊恐之容。尽管岩浆帝君只是传说，真正见过的人少之又少，可是对于他们来说，岩浆帝君似乎比暗殿店主还要可怕。岩浆帝君，父王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岩浆帝君早就死了，这里怎么会有岩浆帝君？仙喵喵四下观望一番后问道。那个就是岩浆帝君。精灵国王指向了那火焰升腾的岩浆帝君。不是吧？那竟然是岩浆帝君，那不是楚风的半成祖兵吗？怎么会是岩浆帝君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楚风大人是被岩浆帝君控制了吗？听得精灵国王的话后，人们都彻底慌了。本来之前还有些人觉得精灵国王是在开玩笑，可是现在来看，那个火焰升腾的庞然大物竟与传说中的岩浆帝君很是相像，再加上那恐怖的力量，很可能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岩浆帝君。回来吧，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就在这时，楚风忽然开口了。混账小子，本帝君岂会听你号令，受你所控？岩浆帝君发出了愤怒的咆哮，甚至转过身来，竟想要对楚风出手。不，然而岩浆帝君还未能真正的出手，便又发出了一声惨叫。他的身体正在急速缩小，很快的，那高达几千米的巨大身躯便化作了一把火焰升腾的岩浆帝君剑。不分尊卑，看来还是真是要好好的教导你一番才行。楚风探手一抓，那岩浆帝君剑便飞落手中。随后楚风用手一弹，那岩浆帝君剑顿时产生了奇异的波动。混蛋住手！岩浆帝君再度发出惨叫，这一次比先前还悲惨，还敢叫我混蛋！楚风抬手又是一弹，这一次的波动比先前还要强大。我服了，本帝君服了还不行吗？快住手啊！岩浆帝君再度发出了惨叫，但这一次的他却服软了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才得意的一笑。若是岩浆帝君没有与半成祖兵融合，楚风还真收拾不了他，毕竟那是一个不怕死的家伙。对于不怕死的人，还有什么手段能让他怕？但是现在岩浆帝君成了半成祖兵，并且还被楚风所控，楚风便有很多手段可以对付他。先前楚风只是轻轻一弹，但对于岩浆帝君造成的痛苦却是难以想象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岩浆帝君想死都死不了，只能承受那种痛苦，并且那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，不管多么硬的汉子都无法承受，所以他只能服软。尽管心不甘情不愿，可却也只能够服从。就算他始终不服，对楚风来说也无法造成影响。那半成祖兵已被楚风征服，而他只是半成祖兵的灵魂，楚风依然可以操纵半成祖兵，但他却要一直承受那种痛苦。所以衡量利弊，他自然也会选择服从。我没看错吧？而此刻幻化之门内，那些本已被恐慌占据的众人如同石化了一般，一个个张大着嘴巴，紧紧地凝视着楚风。先前楚风对岩浆帝君做的一幕，他们都看到了，只是他们感觉很难以置信，毕竟楚风先前折磨的可是威名赫赫的岩浆帝君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此刻精灵国王也是一脸狂喜，感叹道：
虽然不知道楚风小友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但现在来看，他是真的收服了岩浆帝君，让岩浆帝君为他所用了。精灵国王，你说的对，楚风小友果然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之人。通天仙人也是对精灵国王说道，在他的脸上同样满是笑容，但同时也有着还未消化的震惊之色。若是其他存在被楚风征服也就算了，那可是岩浆帝君，万年之前差点毁掉5只圣土的岩浆帝君。这么说来，楚风大人他真的征服了岩浆帝君，神啊，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些吧。而听得精灵国王与通天仙人的话后，众人的神色也是越发精彩起来，激动，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，而这种激动此刻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。收起岩浆帝君剑后，楚风忽然探手一抓，顿时一道光芒掠入了他的手中，那是一个手镯，而这个手镯正是暗殿店主之前所使用的半成祖兵。暗殿店主，现在开始，我问你答，若不从实招来，我会让你好看。楚风对暗殿店主说道。尽管此刻的暗殿店主并未受伤，但楚风能看出来他已经丧失了战意，而这样的暗殿店主对他来说便没有了任何威胁。想从我嘴里套话，你这种废物没有资格。暗殿店主说道。楚风淡淡一笑，随后掌心结界萦绕，便放在了那手镯之上，想用结界之术切断我与半成祖兵的联系。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真的无法做到。暗殿店主讽刺地说道。是吗？楚风又是一笑，随后说道，如果你真的完全征服了这半成祖兵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自然无法切断你们之间的联系。可事实上是你并未完全征服这半成祖兵，所以我若想要切断，却也不难。听得此话，暗殿店主也是神色一僵，目光中涌现出一丝惊恐。他觉得楚风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是仔细想一想，半成祖兵不同于地兵，想要切断半成祖兵与主人的联系，却的确很难。换作是他，也做不到，而连他都做不到，楚风岂会做到？不，他绝不相信楚风的结界之术会强过他。于是他的担心很快烟消云散，不仅笑了，反而满含讽刺之意的对楚风说道：既然你说的这么简单，那你就试试看啊！我在这看着，看你这个废物是怎么斩断我与半成祖兵的联系的。满足你！楚风说话之间，掌心猛然用力，顿时光芒大盛，而下一刻，暗殿店主便大嘴一张，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。当这口鲜血喷洒而出之后，暗殿店主的脸色极为难看，就连他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也都在向外流血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刻暗殿店主的身体异常的虚弱，甚至很多人都能够清楚的看到，暗殿店主他在颤抖，无法自控的颤抖。但是暗殿店主却顾不得这些，而是猛然的抬起了头，看着楚风，你这家伙居然……此刻他的眼中已经不只是愤怒，还有着浓浓的震惊，但最多的情绪却是痛苦。之前他的确非常看不起楚风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亲身与楚风交手之后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楚风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，不仅是修武天赋强过他，就连结界之术竟然也超过了他，这让他很不甘心。越是认清这个现实，他越感到痛苦，痛苦当真是极为痛苦。这种痛苦不是来自身体，而是来自心灵，而世间最难承受的痛，便是来自心灵上的痛。这种痛，哪怕暗殿店主也是难以承受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所以暗殿店主开始双拳紧握，不断的捶打着虚空，震得虚空如镜片一般不断碎裂，以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绪，来缓解自己的疼痛。至于楚风，就这样看着暗殿店主挣扎着，他可不会去打扰暗殿店主。在楚风看来，若是可以，他宁愿多看一下这个残暴的家伙遭受心灵上的折磨，这对于他来说算是一种惩罚，扼杀了那么多无辜生灵的惩罚。而这种情况持续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，才渐渐缓解。终于暗殿店主再度抬起了头，此刻他的情绪已经相对稳定了。楚风，想问我问题可以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暗殿店主说道。说，楚风说道，你这种家伙怎么会来到这种地方？就算在天外，你也应该是一个天才吧？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你为什么？暗殿店主大声地问道，话语之中散发着他的不甘心，因为若不是楚风，他的计划早就完成了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暗殿店主只觉得楚风应该是被天外遗弃的人，不值一提，因为他就算在天外也是天才，楚风怎么能与他比？可是事到如今，他已经改变了想法，他开始正视楚风了，只是连他自己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才认真对待楚风已经有些晚了。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，楚风说道，接下来该你回答我了。你姓什么？又是怎么来到此处的？楚风问道。呵呵，还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是觉得你赢定了对吗？楚风，你想错了，我还有一个底牌没有拿出来，只要我这个底牌在5只圣土这个地方，你便永远也无法胜过我。说此话的时候，暗殿店主的嘴角忽然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微笑，想走。看到这抹微笑，楚风便察觉到了不妙，身形一动，便手持盘龙怒斩，来到了暗殿店主的身前，向其挥砍而去。可在楚风的盘龙怒斩挥砍而下之前，在暗殿店主的体内便已散发出一道奇异的光芒，那光芒瞬息便将其覆盖。那光芒很强，散发着一股浩然正气，任凭楚风如何攻击，却也无法击破。在那光芒面前，楚风感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，他知道以他的实力是无法击碎那光芒的。